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何孟华议员、吴春成委员、尹乃菁小姐、柯志恩委员、林玉芳委员、李彦秀委员。好，我们看南韩啊，南韩的尹锡悦已经被逮捕了啊，今天出动1000个警察，看你这总统府卫队有多少人啊？南韩第一个在位任内被捕的总统。南韩是以前退位的总统，下台的总统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哦，被关的被关，到庙里面去这个忏悔的忏悔，跳崖自杀的跳崖自杀，很少哦，要不然就特赦，很少有全身而退的。第一个，原来2任总统，大家说第2任会贪污，现在改成1任总统5年，还是发生事情，哦，一方面当然总统这个位置大概权力太大。就算他不出事，他旁边的人也会出事，他的太太、他的孩子、什么亲戚啊，什么也会出事，大家要巴结嘛。一方面呢，这个南韩大概这种所谓党同伐异很厉害，我跟你不同党，我非把你关起来不可哦，就变成这样子哦。但大家还很争先恐后，还是想选这个总统呢啊。那南韩的这个公调处说，我们的唯一目标就是逮捕他，而且不考虑让尹锡悦自愿到案。因为之前有说我愿意去出席这个弹劾的这个法庭，不可以自愿到，我就把你抓起来，不让你自愿到案啊、哦。那所以今天是第2次逮捕他，爆发冲突，哇，这么多警察出动哈、哦。那支持他的群众也不少，今天是零下6度在韩国，这群众哇，这个在那边哦躺在地上哈、哦。那尹锡悦呢被捕以后说，国家法律完全瓦解。你们不顾法律，法律可以这样把现任总统抓起来吗？哦，写了9000字说我是搞戒严，戒严也不是犯罪啊。你可以批评我戒严可能不当，但戒严是犯什么罪呢？是总统的职权呢，是总统的权限，我本来就可以嘛。你们不同意就不戒严就是了嘛。后来我也没戒严呐，哦，国会反对我就立刻说这个取消戒严呢，我犯什么罪？我什么内乱罪？内什么乱啊、哦？那韩国这个检察官写了200页的文件要讯问他，哦。那尹锡悦呢？这个被调查啊、哦。那另外呢，支持群众躺在地上，他民调还蛮高，将近40%哦。原来调查已经恢复了哈、哦，支持他的群众哦还是很强烈的哈、哦。说呢，不可以把尹锡悦逮捕起来，不可以哈、哦。那另外呢，这次的官邸部队呢说放任了，虽然他这个警护次长命令说要死守官邸。他们说算了，随便吧，你这个警察来抓你就抓了，所以呢放任公收处逮人，你要抓就抓吧，好。上次还有抵抗啊，这次先算了啊，一而再而三哈。那这个本来要防卫他的这个警护处的次长也被抓了，保护总统是他的责任嘛。那这时候呢，你不可以保护总统，我觉得是这个也。要求也太多，他就保护总统，他本来责任就保护总统，现在保护总统怎么做呢？不行啊！你保护一个非法内乱罪的人，把你也抓起来。我们看一下。南韩总统尹锡悦被弹劾后，公调处2度执行逮捕行动，终于在周3上午10点33分正式逮捕尹锡悦。 안타깝게도 이 나라에는 법이 모두 무너졌습니다. 수사권이 없는 기관에 영장이 발부되고 直到最后一刻，尹锡悦还是不愿意认错。南韩周3凌晨4点，公调处与警方展开第2回的逮捕行动，先派50组防暴部队驻守，从第1道防线开始攻坚。 早上7点34分，警察爬梯翻越进入官邸，拆除铁丝网，破坏第1道防线。紧接着是大型巴士组成的车墙，警察再次搬出梯子，直接爬上车顶。7点38分，突破第2道防线。有使警力乘胜追击，没想到警护处直接清除路障，打开第3道防线。7点57分，公调处人员成功进入官邸。 1차 집행 당시 투입된 경찰 인원은 120명가량이었는데 현재는 10배가량 늘어 수도권 광역 수사단 등을 포함해 총 1,200여 명이 동원됐습니다. 这回总统警护处加强防线，却在最后一关敞开大门，让尹锡悦律师与公调处人员进行谈判。尹锡悦不再审影，自愿到案接受调查。 제가 이 공수처의 수사를 인정하는 것은 아닙니다. 불미스러운 유혈 사태를
막기 위한 마음일 뿐입니다. 接下来，尹锡悦将接受48小时侦讯，为戒严之乱负责。来，志恩怎么看南韩的状况？一个南韩呢，你可以发现他们的民族性充分的发挥哦，不管是千人警察或者是民众互相的抵抗哦，那个真的可以在亚洲地区我算是一绝嘛。那刚刚这个主持人也特别提到了，尹锡悦大概是前后任总统第5位是被拘提的，从全斗焕开始。不过比较吊诡的就是他这一阵子的民调哦，突然飙高，突然变成34%。这国民力量党在他太太发生一些丑闻的时候，曾经掉到20以下，你看现在突然之间飙高到34。然后呢，你看这个在野的共同民主党36，两个只有差不到2%。你看，对于一个宣布戒严，大家觉得集体这个谴责的，突然之间民调会飙得这么高，我觉得这是有某种程度的一些的操作了。不过尹锡悦这次被捕之后呢，其实你可以看出他后续来说，大家可以看出他所出现的这个画面，其实还蛮气定神闲的。所以说，再加上刚刚我提到的公调处，他们也是放手，还有彼此之间，好像让这一次的逮捕会比较的一个平和的这个点哦，大家就认为说应该还是有一些私下谈好的一些的条件。所以尹锡悦会不会因为这次的逮捕，就诚如大家所提到的风向告诉你戒严是我的全责，我会因此这样换的内乱罪或叛乱罪，这个真是还是有待来观察。而且这么多民众上街头，这个都会对于检调来说都会造成一个非常大的压力。倒是韩国目前为止，你看他们现在最有机会的李在明，他可能2审，如果他被宣布他也是被有这个问题的话，他也不能选总统。那到底谁会是这个在除了这个李在明之外，谁会贸然而出？大家都在观察。不过最重要的就是你刚刚说的韩国，韩国最近其实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再加上他们济州的这个航空公司，大家就认为这阵子到底是如何？很多人就说是不是这个尹锡悦的太太，她这个做法，她不是会很多的妖魔鬼怪什么东西？她先生这样子被搞。势必也让韩国的国誉也因此受到影响，所以冲刺的到底，因为我有非常多的学生是从韩国来的，他们到处的冲刺这样子的一个谣言。不过可以看到，就是说，目前因为韩国这样乱，所以他们跟美国的关系，特别对于即将上任的川普的关系，他们的确做了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处理，包括大概有10家公司里面，如果万一有10家公司里面的话，大概在中国大陆有4、5家都已经退出中国大陆的一个市场，试图他们想让这个美国川普的这个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这样子的一个 MAGA 的这样的一个系统里面可以附得上去。所以我想韩国即使总统这个未明，但是他们跟美国特别是川普不断的 please 他的这样的一个策略跟风格，在这个整个政经还没有完全明确之前，应该会朝这样的路线来做前进。这是对韩国目前来说比较保守，而做法上面是比较能够得到幸福的。尹锡悦的做法也是亲美嘛，对，抱美国大腿，然后亲日。没错，所以原来南韩多恨日本啊，那尹锡悦对日本也还不错啊。来，燕秀怎么看？尹锡悦在整个事件当中，我们看到他有对于政权他有极高的不安全感哦，在这整个过程当中，但我们看到今天尹锡悦不断的对他自己的支持者喊话，所以他的民调回到40%哦。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检讨，就是说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其实尹锡悦不断喊出说，法院他其实没有调查权哦，他不断的就是说非法调查等等，他凝聚他的支持力。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整个韩国，他留下的是败坏的经济。然后整个政局的不稳定的状况，那再回来看台湾的状况，我们赖清德有没有同样的心态？就对于这个整个权力是高度的不安全感。那我觉得要拿南韩这整件事情，我觉得赖清德要去思考，对内现在我们怎么去解决内部争议的问题哦。那我们也当然希望韩国其实在东亚是很重要的地缘政治边境。那接下来在川普1月20号上任之后，整个东亚的政局会怎么样？特别是北韩在1个月之内有2次发射导弹，那这未来对于整个亚洲的政局的变化，我觉得民进党政府赖清德都要仔细的去做观察。尹锡悦的这样被人家诟病的问题就是说，你韩国不应该戒严，你那么严重要戒严吗？你就因为在野党这个跟你在国会作对，然后要这个弹劾一些官员，你就故意呢想办法要去触怒北韩，搞什么那种什么无人机啊等等，下令说要无人机去骚扰北韩，让北韩打你，假借外力。你看北韩打我们国家这个紧急有紧急状况，所以呢必须要戒严，必须要这样不样。我觉得那个不好，一个总统这样做是不好的。乃金，尹锡悦现在呢行使缄默权哈，所以上午的这个侦讯呢，
他都不回答任何问题。我想他下午依然也会是如此。那因为这次公调处呢是用紧急的居票，所以他只能够拘留尹锡悦呢48个小时之后呢，他们要再去提出呢正式居票的申请。如果过了的话呢，就可以拘留他20天哈。如果这个过的话呢，想必就是尹锡悦的支持者呢一定会发动另外一波的抗争的行动，这就会使得未来的法律的攻防战内外之间呢会越来越复杂。尹锡悦这一次呢非常的严重啊，就除了他发布这个戒严令涉及内乱，还有刚才赵先提到的，他去挑衅啊北韩，然后要北韩呢来对南韩呢动武啊，然后涉及外患之外呢，就是牵涉到巫术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除了他自己相信这个巫师，他的太太相信这个巫师，在这一次呢。尹锡悦任内的国防部长金显龙啊，也勾结一个前情报司令官卢尚元啊，用这个巫术呢来去计划啊整个的戒严计划。那个卢尚元呢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人物，他在他的司令官的任内呢，因为涉及到去抚摸女兵的胸部啊，所以呢，他被判刑，虽然是缓刑，但是就被革职了。革职了之后呢，他就在一个娃娃的挖菩萨的神堂里面呢，就去搞巫术，然后算命，然后呢自封呢鞍山菩萨，就搞起这个巫术算命来了啊。然后这个金显龙呢就找上了卢尚元，卢尚元呢也想搭上金显龙这个线，然后能够试图呢能够回到权力中心，所以他们就详细的计划了整个的戒严的计划，里面呢长达70多页哈，里面呢非常多的国会议员啊、政界人士啊、司法界人士啊、宗教界人士，就是当要采取戒严行动了之后呢，如何对这些人呢采取的收容啊、处置的计划，甚至里面还包括射杀哈。然后呢这个金显龙呢在和卢尚元呢在讨论戒严的时候，金显龙一度还觉得说啊，今年的这个国际间的情势非常的复杂啊。川普已经上来了，内外的这个因素呢变数很多，似乎呢不适宜举行这个戒严。但是呢，这个卢尚元说不啊，尹锡悦今年的运势非常的开，好，所以今年呢是非常好的时机，所以他就根据命理了推算出12月3号是戒严的好日子。结果你看，才不是一样落的这样子的一个下场啊！所以这个对于韩国来讲啊，实在是一个非常耻辱的一段记录啊！这尹锡悦不但胆大妄为，而且还愚昧。我觉得对于韩国的民主史上来讲，是一个非常不堪的印记。不过我想台湾，我们很多政治人物、政治领袖也很相信那种算命啊，各种都要去算很多次啊等等。以前我在辅选的时候，就有人要去选县市长，我说你选个议员好，你选市长选不上吧？我算命说我选得上啊，就相信算命啊，真的是啊，我们看一下 CNN 怎么报道韩国这个情况。清晨天都还没亮，一大群人就挤在南韩总统尹锡悦的官邸前。公调处和警方周3清晨前往官邸2度执行对尹锡悦的逮捕令，官员们沿着小巷拆除路障，只是现场被支持尹锡悦的抗议群众挤爆入口。甚至还看到有人故意倒地不肯离开，就是希望拖住警方脚步。CNN 记者也到现场关注这场南韩动乱的最新进展。The protesters seem to be very determined. It's a -6 Celsius, 8 in the morning. They are standing by Yoon Suk-yeol. So a lot of people who you'll meet here, they might say martial law, not the best idea. 尽管不赞同尹锡悦的戒严令，支持者对于尹锡悦的其他政策依旧买单。So a lot of supporters here are saying they might disagree with martial law, which threw the nation into chaos, but they are here to support him and his conservative policies. 专家分析，逮捕行动显然是表明南韩政治高度两极化，更形容这非常有毒。好，两岸大陆的渔船越界，
本来大家都有一个默契哈，你不要越界，我在我这边补，你在那边补嘛。距离小金门只有10几公尺，这到了，岸上都看10几公尺，游泳嘛一下就到了，只有10几公尺哦，所以说被认为大陆渔船亲门踏户，随时可以登陆哦，这很危险呐啊。那渔民就很生气，说你海巡要保护我们啊，那都来捕我们的鱼，那我们去哪里捕鱼啊？我们到那边去也可能被他们驱逐啊啊。那么另外呢，海巡说我们强化我们的执法，过来绝不宽待。哦，那你真的绝不宽待吗？你抓了几个呢？哦，陈玉珍是说呢，主要的原因呢是两岸冰冻所致。到底情况怎么样？我们看一下。13号晚间7点54分，透过海巡的主观镜头，直击大陆渔船越界捕鱼。现在在这一个南山头南0.2，现在距岸0.2海里啊，在岸际有2艘大陆渔船啊，因为水深太浅，我们现在只能云底广播，目前水深是4到5米。由于2艘大陆渔船距离岸边实在太近，最近的距离一度只有10公尺，海巡警铃大作，强力光束照射。陆基快艇发现近岸巡防艇到达现场后，旋即往漳州方向逃逸。这类灰色手法不只发生在金门，台湾本岛同样有。想要看能不能主机启动起来，启动起来之后，我就会起锚离开。蒙古籍的保顺号货轮从5号开始在石门近海异常绕行，徘徊5天后，终于离开往大陆方向航行。但13号下午2点20分左右，突然又往台湾方向前进，到了晚间8点左右，再沿着台湾外海驶去。同时，台湾南部海域也有状况。一艘贝里斯籍的瓦西里舒克申号货轮，去年底从俄罗斯离港，要前往越南，途中在南韩短暂停泊后，本应一路向南，却在枋山外海不断徘徊。接连有货轮在我近海异常绕行，国安团队已绷紧神经，不让顺心39号的意外或破坏在我沿海再次上演。2件事了，一个就是他的渔船过来，离我们的岸很近，金门那边；一个就是呢，我们周边的海底电缆每年会断7、8次，而且那个修都要花1个月以上的时间来修哈。陆委会说要防止中共的影子舰队，所以现在也不知道到底这些人真的是民船呢，还是民船负有这个政治任务了哈。那说已经成了新的国安危机了，国安局分析说呢，这是灰色地带威胁的新样态啊，就把我们海底电缆切断了等等等等哈。来，孙正庸，我想这个大陆啊，这应该是要把这个两岸的这种军事哈常态化了，把台海变成内海化了，所以这种骚扰不断了。所以中国的这个军事啊，成为世界3强之一，这个趋势，而且越来越投入，越来越强哈。台湾一直要增加这个国防的预算，怎么追都有限啊。所以以前那个连我们的军事强人啊，蒋中正都说3分军事，7分政治了。3分的我们有没有是跟大陆做这种军事的竞赛，还是应该要用一些政治的手段？我们现在政治几乎完全切断，两岸不交流、不交通，然后更形的对立哈。所以这个是，但是我还是要谈一下刚才我觉得南韩的事情对台湾的歧视，我觉得感受深刻的是，他们的司法还蛮独立的相较于台湾，我们这个111定钩机这个最大的问题是台湾的司法独立性在这个世界的排名当中节节降落，甚至比香港都还不如这真的作为一个台湾一个亚洲第一个民主国家发展到现在真的是一个就更何况是民进党执政追求一个司法自由，过去的怎么现在搞到我们的司法这一个不公的，他们你看总统那司法单位并没办法去掌控司法单位，而相较于台湾的司法，大家都觉得都是政治办案，完全是听命行事，这值得我们孟华。
其实我觉得这一个渔船的样态，到底是它来捕鱼呢，还是袭扰呢？我觉得在目前我们大家讨论这点的状况之下，就可以感觉到，我觉得中共某个程度上的袭扰就已经成功了。其实也不只是在我们台海，不管是小金门这边，或者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呢，中国跟我们周边的海域呢，不管是像跟日本在钓鱼台的争议，或者是在南海上面跟菲律宾还有越南等等的国家，其实在有一些争议的海域上面，中国都是非常的强势的。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像我们现在它已经靠近我们那么近了，我们真是希望我们的海巡可以真的强硬起来，越界了我们就要做一定的来处理哈。因为现在呢，中国就是希望把台海的内海化跟它在南海跟它在其他的争议海域的处理方式是一样的。那如果我们真的对它强势的话，难道是就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啊，像是越南嘛？越南其实在南海的争议上面，他们一直都是希望可以用外交的手段来慢慢来解决啊。可是我们可以看到，谈了这么久，那真的有解决了吗？那菲律宾其实呢换了2任总统之后，他们前一任总统是相较之下比较软的，希望跟中国可以好好的来谈。可是呢，其实呢南海争议也没有好好的来解决。那现在换了新总统之后，其实他相较之下是比较强势强硬的。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说，其实中国不要在周边，我们在不管是在台湾或者是针对东南亚国家或都是东北亚国家整个区域上面，其实造成大家非常大的威胁，不只是台湾，是大家整个区域都面对到的一个问题。玉芳兄，到底他这些船这边绕哈是怎样？是他刚好在那边绕迷路了、啊，这边还是真的要切断你的电缆？你说，你知道船在海上，不是船东不是不付钱的呢，那个耗油，而且你到目的地你不赶快去。把货给交货，那个都是在烧钱的啊！所以这样排尾当然是有目的的啦。但是你能够怎么样呢？你没有办法怎么样？他在公海上，你没有办法对付怎么样？所以现在跟金门的问题啊，我们必须要承认，就是说，民进党的朋友们哦，或台独的朋友们喜欢简化两岸关系了。好，你软我就对你软，你硬我就对你硬。问题是他硬的时候，我们真的有办法硬吗？譬如说，他的军舰越界。或他的这个战机越界，你知道累死的是我们的飞行员了，对不对？他多少架飞机啊？他飞机轮流起飞，他可能1个礼拜轮到1次，我们一天搞不好就要起飞2次，这差很多啊！这个就是量啦。我们讲到战争还什么多好，质很重要，量也很重要啊。他就量就把你给困死了。你说我们海巡署这些朋友们。我认为他们背极辛劳你金门的海巡署人员能够有多少？中国大陆对岸有多少这种相对的这些人员？那个渔船，大陆渔船这么多，我在金门当过兵，我知道，那个马山就是我们的防区之一嘛，我们都还要带配枪，都要去那边巡逻。我讲，那个夏天的时候船出来捕鱼哦。我们站在那个山上看，整个都是船，整个把金门都几乎完全包住了。你现在海巡署如果出动去驱离他们的船，你能够驱离到什么时候？你赶到天亮，你都赶不了一两艘。这个只有怎么做？就是两岸关系一定要稳定下来。稳定下来，由中国大陆本身就要对这些船做限制，说你们如果越界，你们回来我就要惩罚你们。现在不是嘛？中国大陆当然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啦，反正两岸关系也不好，我干嘛那么辛苦去嘛？去了，回来搞不好送我一条鱼也不一定，对不对？就这样子啊。那你台湾，你就在这个地方闷死，这个事情不小，你把它放大整个来看，我在国际上我们跟中国大陆这样的一个对比，我们小，但我们要用智慧嘛。我们现在就没有智慧，我们就是想说，我可以不甩你，我可以不理你，你也拿我没有办法。啊，实际的情形不是这样，它在很多地方都会困扰你。这个渔民，这个金门跟马祖之间一带水，这个地缘的关系如此之复杂。你来我家，我去你家，我们的渔船没有越界去他们那边捕鱼，也有啊，对不对？他们的船过来一定是比较多的嘛，不是就捕鱼哦，还采沙嘞。那我们怎么办呢？所以两岸关系如果不好，凭我们自己的力量要去在海上执行。维持秩序、维持治安的工作，我跟你讲，你用多少力气都做不好这个工作。他们现在捕什么鱼啊？武鱼跟黄鱼，啊，都好吃的鱼哈。黄鱼现在越来越少。原来金门的时候，我记得可以大块吃黄鱼，用那个洗脸盆装鲫鱼，装黄鱼，喝金门高粱。现在黄鱼越来越小，这么小的野生黄鱼都很少了，所以呢，这渔船就竞相来捕捞，而且用这个很高的价格出售。休息一下再回来。